那我们线上课第2款发型造型探已经开始更新了。那首先去看造型探呢，我们的长度一定不能过于太长，因为过长的长度它会显气质成熟优雅一点。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中发或者中发偏长，但它今天的话我们会选择中发偏长一点点。同样的裁剪当中要保留下重上轻的结构，然后整个连接包括刘海这个区域剪裁的轮廓尤为重要。所以说我们开始我们的裁剪，首先裁剪我们是干发裁剪。那干发裁剪的好处呢，我们在店里面会比较商业跟快速。那我们先分好区，分区的目的只是方便我们的裁剪而已。其实你掌握了这个结构的比例，不分区也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只是方便我们自己的裁剪。好，首先分一个前后区，那前后区呢，我们基本上以耳点为标准，分到耳后点。好，后部区再分一个上下区域就 OK。后部区分一个上下的区域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区，在店里面快速的把我们的分区去做好，前后分区、上下分区，用2分区的裁剪去决定层次的高与低。好了，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裁剪。首先决定头发的长度，我们后面的底线以收圆为主。好，确定头发的长度，收圆。好，以这个收圆整个底线偏圆形的结构。侧面拉至耳后点。这样修剪后的后部区是整个偏圆形的结构。好，剪完之后，我们后部区是呈一个稍微椭圆形的一个方式。好，后部区剪完之后，我们剪下区。我们从中间拉出一条线，好，平行地面的方式，再拉出。好，去掉上角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同样保留底区的重量。好，第2片拿出来。好，第3片的时候往后面靠1片，耳后点看到颈侧点的位置。好，第1片。好，侧区用相同的方法往后靠。耳后点靠到颈侧点。如果你不靠，底区容易剪缺。相对来说，下区磨一个小角。第2个区域，下面我们要决定层次，层次的空间大概3:1，所以说我们从中间直接去拉出，拉出的角度先降低到45度的位置，
45度的位置和下区做一个连接。好，和下区做一个连接，不要摊刀，剪到这里继续舒展开。好，当和下区做了一个连接之后，45度剪完这一块是很有重量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拉高。好，拉高把上角去掉。好，再拉高，再拉高，再拉高，去掉这个角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逐渐拉高，就相当于把我们的重量去减出来了，把我们的重量去除了。同时，我们整个层次在1、2、3、3比1，因为我们要体现中偏低的层次，所以说我们层次一定不能特别高。像我们第一款层次就会略微高一点点，然后剪完之后，我们拉到顶部。再轻轻的，可以拉到顶部，轻轻的磨。这边只是轻轻的磨下角 ，OK。好了，当我们剪完之后，我们的层次下重上轻已经出来了。我们只是跟刚才我们所剪的直接做一个连接，先拉高。好，拉高之后一定要降低，不能一刀剪完，再降低。好，降低其实这是一个角，所以说我们去角再降低。那刚才我们用了3个角度，先一个低角度45度，再一个中角度，再做一个高角度。那我们现在剪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。先一个高角度，再一个中角度，再变成一个低角度。我们侧区，我们这个侧区第一片往后靠，同样先拉出一个高角度。为什么这么简单？因为我是做电的，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快一点剪头发。好，再拉一个中角度。好，这是角，就告诉你不要摊刀。那在下面的角度变低，只要你照着这样的方法去剪，合理的掌握好角度，你剪出来的头发的连接就不会特别差。如果你出现断层的现象，或者说剪出来的层次不均匀，那不好意思，证明你的角度有问题。你可以看我剪的这个层次是非常连接，同样层次比例在3比1，1、2、3的层次。你剪层次的时候可以再低一点，这个也没有问题，但是记清楚，层次越低越不能烫得过于太弹性，要不容易扩张出来堆积。所以说我们后面只需要3比1的层次。好，这里是一样的，我们沿用刚才的方法，先降低一个角度，做一个连接。好，再来中角度。好，再来高角度。好，这一片，注意这一片往后靠的方式，往后靠一片，也就是耳后点靠到颈侧点的地方，先一个低角度，做一个连接，但是一定要往后靠，再来一个中角度，再来一个高角度。好，当我把后区剪完之后，把后区的横向全部提拉出来，后区梳理到这个横向，把我们上面这个面相对来说用锯齿的方式去磨一下。那这个时候表面是轻柔的，听清楚，锯齿的方式。当我剪完之后，我们就会去发现
层次出来的时候，我上面也比较轻柔，发现我们的层次连接度非常紧密，不会有任何断层的现象，从短到长的一个连接，侧面最短的地方，找到侧面最短的地方，逐渐向前拉的方式，先做一个连接，剪完之后前面有一点偏短，那我这样剪完之后，我们放到前面，感觉比较偏整齐的感觉。好，另一个侧面，先找到后面跟前面做一个连接，再往前偏移一些。好，再往前拉，偏移，两边是零层次，我们要决定层次。那我们在侧区做一个上下的分区，再做一个上下的分区，相对来说这个区域就是一个 U 字区。然后我们需要在侧区看到侧区第一片往后靠，侧区第一片往后靠，去掉这个上角。好，去掉这个上角，看清楚，去掉的是这个上角，先做一个连接。好，第二片。好，同样去掉这个上角。第三片往前靠的方式，去掉的这个上角。好 ，OK， 这个时候我们的下面基本上保留了它原始的重量，因为我要去的是上角，所以说这个点非常重要。侧区第一片往后靠，跟刚才的方法是相同的。好，去掉这个上角，保留下面的量感，记清楚，只是去掉上角。第二片45度去掉上角。第三片往前带，同样是去掉上角。好 ，OK， 然后去掉了，注意我们侧面保留了一定的重量。如果侧面过于太轻，那这款发型的话，下区是没有任何量感的。好，顶区。拉到头皮90度往后靠，好，看清楚这个位置收圆的方式，千万不要剪太翻。如果这个位置剪得太翻，侧区的量感不够，也就是你太翻，侧区会偏收。好，第二片往前靠。好，收圆的方式，圆形切口。好，第三片其实我们要剪刘海，第三片相当于刘海的位置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剪完，我会发现层次开始出来，但是下面也是有宽度的。我敢保证，你剪完你都会从我视频上面看，你都会感觉这款发型是有形状的。
所以说你说我们随便探一下造型探，它都会出来一个形状。好，同样收圆的方式，刚才的方法是一样的。好，收圆的方式。第二片向第一片往后靠，第二片不需要靠。第三片，好，第三片无所谓，因为第三片要剪刘海，放在后面是3:1，在侧面也是3:1的层次。刘海我们怎么去做呢？到这里差不多接近3个指位，2个指位这样的宽度，那我们再决定这个位置，再决定刘海的最短处。我们剪到上嘴唇鼻尖以下的位置，鼻尖以下位置我们先做一个小三角，中间短，鱼尾转。好，小三角的一个长度，这个是我们刘海最短处，分出我们的副刘海。外眼角的位置，两边都是外眼角这个位置，分到外眼角之后，我们直接这样拉出，直接这样拉出来，手一定要把下面这个角放长，一定要把下面这个角放长。好，这个时候也剪出很科学的短推长。好，短推长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如果这个位置长，你可以修一点点。好，另一个侧面也是相同的方式。好，同样剪出短推长，再在侧面这里画一个圆，刚才这个长的引导，继续把这几根延伸下来。好，继续延伸下来，延伸下来之后，我们再在这里一梳，你看到我这里这个短的就出来了，这几根短的，而且是很轻的感觉，只有几根。不需要剪过多的副刘海，短的加上长的，这个时候这里才能有一点点这种感觉。画一个圆，长的地方做一个连接。好 ，OK。也是从这里再画。轻轻再画一扭下来，那我们今天这个顾客这边的发量偏多一点点，那边的发量偏少一点，拿出来从高滑剪到低，再提拉90度划掉下面的角。再来直接把上面再去掉下面。你看我这样剪完下来就是一丝一丝的，很细很轻柔。往前走，打造小脸，包括这个侧面也有这个流向。刘海剪好之后，我们需要做两侧的捻肌线，捻肌线去把它打造好。那捻肌线呢，我们先从上面顶区这一块直接拉高往前拉，
往前拉，先去掉这个角，去掉这个角之后，前面会短一点。我们在刘海的位置找到整个刘海的位置，刘海的位置和上面做一个连接。好，找到刘海长的位置，然后放下来，然后往前走，然后这里做一个虚连接。好，做一个虚连接。好，虚连接之后，那我们刘海和后面做了一个虚的连接，拿着侧区往前拉，找到你剪的最短的地方，直接做点击线的轮廓，找到你最短的地方。好，直接做点击线轮廓。好，这样剪完之后，侧面的轮廓出来了，向前拉，拉向前做点击线。好，做完之后，我们快速的用15%的牙剪，拳头去调整一下量感。后半部分先发根，好，发根剪完，然后再发中，快速的过一遍。好，发根，发中，发根。那去量枕骨区控制在30%左右的去量，不可以太多，太多会影响头发的毛躁。发尾避开了烫卷的地方，发尾快速的用挑的方式过一遍。好，这个时候我都会感觉我下面的这个开始会松散一些，产生一些发束的感觉。好，U字区以下的地方，两侧这一块的这个蓬松度，两侧这一块的蓬松度，我会拉起来做发根处。稍微过一遍，两侧，两侧相对缩，去把内部稍微制造一些毛躁，它的整体烫完的蓬松度会更好。打薄发根、发中后面的量感是最多的。所以说我们要去遍发根、发中，因为整个后头部的量感是最多。很多人担心去做发根会不会毛躁，会不会一束一束的，因为你用的是25%的剪刀，15%的剪刀它是制造量感，它长出来是成密度的，所以说不会影响它长出来的状态。只是我们在做发中的时候，我是避开烫卷的地方，拉高发中到发尾，延伸过渡。好，拉出来发中到发尾。好，发中到发尾。
只是后头部做发尾比较多一些。两侧是保证发尾的亮感。好，顶区拉出来。好，顶区拉出来，先从根再到尾的方式拉出来，先剪到比较到根的位置，用低层次的方式。整个打薄就10来分钟，因为我不想在这一块耽下过多的功夫，因为我始终会觉得做烫发打薄尽量不要超过30%的亮感。现场所有的顾客我们都要去保证他下次烫发，所以说我不会去做太多的打薄动作，太薄的话会影响下次烫发的一些操作，烫出来容易毛躁。只要我去亮的目的只是为了整个头发的均匀度就可以了，松散度有就够了，所以说我是控制在30%。好 OK。 线上课剪完的一个效果，我们会发现整个两边的这个蓬松度都会比刚才会略微更好，同时跟刘海会做一个这一块会做一个很虚的一个连接，这一块看一下两侧的这个蓬松度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去软化，我们一定是丝发软化。那我们这头发呢比较简单，只是需要软化我们烫的地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的涂抹方式，由于同样是这个发质不算健康的，我们同样是采取量少的方式，不要饱和涂抹，先涂抹第一遍。那这种头发我们软化都是控制在15分钟左右，先量少一点点，破边也好，或者说轻软化也好，要先量少的方式。好，第二层，我们上面的地方可以涂一点点软化，上面这一节可以少一点点，你会发现它有扎过的痕迹，特别是这个边缘可以少量带一点点。当我们全头涂完药水之后，先等10分钟，等完10分钟后少量的补一次，再补一次之后大概等3分钟5分钟就可以冲水了。因为我今天用的药讯 pH 值是在 8.5 左右，那 8.5 左右的不算过于很猛，也不算过于太弱，是比较适中的，针对这种头发。好了，这时候已经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呢，我感觉这个头发的颜色已经快掉接近1度。第二，我再去拉网钻的时候，它也会出现网钻，但是这个网钻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松散的。目前用这2种方法去辨别的话，它的软化最多到 8.5 层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轻轻的补一遍。当我补完之后，大概3分钟左右就可以冲水了，但是补的量一定要少。好，现在我们的软化已经是接近15分钟。那我们首先看这个颜色的色度，很明显这下面这一节掉色比上面大概接近1度，那接近1度，那我们就会认为这个软化比较到位。然后第二，当我轻轻这样去拨这个网钻的时候，我会发现目前这个网钻比我刚开始这个网钻密度更明显。第三，拉3到5根的头发拉伸的方法，我在这样轻拉慢拽的同时，我明显感觉到软大于硬，但是去拉的时候也有硬感，大卷到小卷的呈现，同样头发复直较快。3种方法综合达到90的状态就可以冲水了。
面粉加快速碳药水1:1到1:1.5之间，自己去调配，然后不要过于的太稀，也不要过于太稠，调上去就可以了。甲板温度140到160之间，大于头皮90度，大于头皮90度的电拌，电拌大于头皮90度，然后发片往下压，往下压进板第一个面，先第一个面轻轻夹一下，夹一下的时候往上面推这么一点点，1、2、3，然后再换一个面，1、2、3，然后再换一个面，1、2、3，再压一个面，1、2、3，然后往上面慢慢推，夹板不要太用张力，然后再回来用刚才的动作再夹一下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来慢慢往这边推，再来一遍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。好，稍微冷却过渡一下，夹干为止。好，这个时候电拌在里面冷却一下，抽出电拌，同样这个要站立，感觉有90度站立，然后用尖尾梳拉出第二片发片，一定要薄，不可以厚，厚了是不可能夹起来的。轻轻的去带顺一下发片，然后继续大于90度到135度，然后电拌下去压第一个面，夹板下去往后推，推完第一个面，好，第二个面，第三个面，然后轻轻的往这边推。好，再来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推，好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推，好，再来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往这边推，好，再来推一下，好，90度站立，然后冷却一下，然后出来发根这样站立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夹好后的感觉。我们夹好后，头顶已经蓬松特别多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拿定位夹，持续的这样夹上，夹上之后直接定型，拳头直接定型就好了。好了，现在这是发根吹干的效果，你看一下，往哪边倒都可以，中分也可以，都是比较蓬松的哈，包括头顶，整个头顶处都是比较蓬松的，而且增高，来近一点，你看一下，这里都是增高了3到5公分的，所以随便怎么分都可以，你看随便怎么分都可以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上盖。首先分个刘海区，刘海区也是跟刚才我们剪的这个深度，跟这个外眼角这个位置，然后再分一个 U 字区，然后前后区其实就是跟裁剪差不多的，后面分为3层，我们开始先上底区第一层，底区是裁剪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角度，所以说我们拉低角度还原这个收圆的切口，喷水喷1圈的位置，直接做平卷的动作就 OK。
那我们上的杠距呢是28号杠，因为这个头发比较容易烫卷，那你可以选择25号，但是杠子越小，美感越差，杠子越大，美感越强。好，一圈半到2圈的位置直接夹住。28号杠记清楚，喷水1圈卷到接近2圈的位置，不要让卷型出来太多，卷型出来太多会偏成熟。好，这是第一层。好，第二层。好，第二层提拉是大概45度的位置。好，第三层。第三层抬高一下角度。好，圈数控制好，千万不要卷多。整个发型有层次叠加的形式去做处理了，所以说千万不要在圈数上面做太多的纠结。如果说你担心烫不卷，把圈数搞太多，整个发型就变了。好，这区下层我们只需要用收紧的方式，收紧向上，直接反卷1圈，1圈多一点点。包棉。好，另一侧。另外一侧用相同的方式，也是收紧向上，卷到1圈，再用力多卷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包棉。好，顶区。从中间画出来，拉高的同时往前面做偏移。
好，往前面做偏移。好，反卷。好，收回。这边我们也是用相同的方式。好，往前拉，拉到你拉成一个方形。好，也是做反卷的动作。直接卷上去，再拿一张纸做，这里比较偏短，我们掉下来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退一点点，再包一张纸上去，然后再卷一点点。在后面一根的方式直接拉高，一根的方式直接拉高，直接做平卷的动作就好。好，刘海，主刘海这个位置，直接喷水一圈，用25号的杠，25号的发杠，直接做平卷就可以了。脸记的侧面，少水分，很弱的水，就5成水，你不要搞太多的水，也是25的，非常少的水，有点感觉就可以了，你水多了会烫得太卷。你这样烫一个流向就可以了，没必要去纠结你把这个位置烫的有多勾，你烫的勾，客人回家也是乱的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记住少水分，5成左右就可以了。上杠排版如视频所见，此款发型7到8成的水分，加热时间10分钟，加热温度115度，一遍加干即可，不需要重复多加热。Try it, try it, try it, try it, still